如果國民黨當年不征東北，能不能守住半壁江山？解放戰爭打完3大戰役，國民黨的主力基本就交代了。從1948年打到1949年，滿打滿算不過1年的時間，號稱100萬大軍的國民黨竟然敗得這麼快，不得不讓人感慨解放軍太猛，蔣介石政府太拉胯，仗輸得這麼乾脆。網上不少好事者就想給老蔣支招，搞一搞戰局推演，倒不是心疼他，純粹是琢磨另一種可能性。比如就有人提了這麼一嘴，要是開戰之初國軍不往東北派出大量的精銳，乾脆放棄徐州，一門心思守住淮河，能不能改命？第一，以老蔣的脾氣放棄東北門都沒有。為什麼？看看当时國共的家底就知道了。国民党430万兵馬，共產党127萬，国民党占着730万平方公里 3.39 億人，共產黨只有228万平方公里 1.36 億人，更別提國民党還有海空軍、美械師5大王牌，22個整編師，全是全美械裝備。兵工廠27家，共產黨只有67個小廠子，產能質量壓根沒法比。經濟上，大城市、鐵路、工業、礦產全在國民黨手裡。老蔣看共產黨跟當年圍剿瑞金時沒什麼兩樣，就是選機之急。再加上蔣介石剛剛打敗日本，成為5常之一，這時候讓他主動說到南方偏安一隅，以他那好面子的性格，不可能同意的。所以1946年的國民党絕不可能放棄東北。第二，東北那塊肥肉誰捨得放棄？就算老蔣腦子抽了想放棄，下面的人也不會答應。我軍剛進東北的時候非常慘，是七無部隊，無黨，無群眾，無政權，無糧食，無經費，無醫藥，無衣服鞋襪。反觀國民黨，東北的老百姓起初還是偏向他們，一來被日本人統治了14年，正統觀念重，以為是國民黨打跑了鬼子；二來是怕蘇聯，所以對共產党也有成見。國民黨在東北優勢非常大。再說東北的家底，木材占全國1/3，煤產量 49.5%， 發電 78.2%， 生鐵 87.7%， 鋼鐵 93%， 鐵路占全國1半以上，公路也占半數，大豆產量占世界 60% 以上。讓老蔣別去搶這塊寶地，在當年簡直是個天大的笑話。東北的情況也絕不允許國軍執行退守方案。第三，就算退守淮河，能守得住嗎？歷史上確實有守淮一說，淮河水量大，不結冰，河網密布，北方騎兵過不來，南方水戰占優，還能集中全國資源耗死北方。北方的軍隊打過來，後勤的壓力非常大。可問題是，到了解放戰爭，水戰的優勢早就大打折扣，真正管用的是硬碰硬和後勤消耗戰。國民黨真能打過我們？別忘了，這種打法的前提是放棄了東北和徐州。那東北我們就不費吹灰之力拿下，華北東北連成一片，傅作義要麼被滅，要麼逃跑。我們大可以先放過淮河以南，把西北和中原全串聯起來，繞開淮河防線，說不定比正面硬剛還順手。要是非要硬碰硬，那就更沒戲了。一個粟裕就能把淮海戰役打成80萬對60萬的奇蹟。要是林彪帶着東野出關，加上朱老總、徐向前、粟裕，還有毛主席、鄧小平運籌帷幄，這些大佬湊一塊兒，國軍得被打成啥樣？再看看淮海戰役，蔣介石為了救黃百韜，朝令夕改，指揮稀爛，結果把黃百韜、黃維、杜聿明3個兵團全搭進去了。大兵团作戰最怕這種微操。到了守淮戰場上，老蔣的這種毛病能改嗎？改不了，那還贏個啥？再說民心，共產黨那是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越打人越多，越打地盤越廣，國民党拖都拖不贏，到頭來退守淮河只會輸得更快更徹底。